停车！啊，不用跟着我。京城一别，没想到会在此处遇见你。对不住啊，认错人了。那家很慢啊。寤寐院。哎呀，随便起的名字，我这小院啊，连王府的柴房都不如。早知你来，我就好生休憩了。这般的场景，甚是怀念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竟然不顾自己安危，甘愿到北周，做北周王的人质。这是你黄雀在后的计策吧？算不上什么计策，只要我在北周安安分分的待着，跟那个北周王亲厚相待，哼哼，有的人自然会着急上火。我就知道，你不是一个意气用事之人。此事若成，当属大功一件呐。战功赫赫的淮阳王，你可想好要向陛下讨要什么样的恩赏了吗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。对了，有件事情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乔家招婿了。招婿？她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嫁人吗？急。当年淮阳王府招婿楚太妃将你姐姐嫁入京城，前后才多久啊？行，招婿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啊？那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动静？那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行。二舅母，绵堂，我怕你在京城待惯了，不习惯北周的寒凉，我让青英把她的被子给你拿来了。二舅母费心了，请坐。表姐，青英，好久不见。你来了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迎你啊。我就是想在这个院子里多看看。这海棠院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是玉英，我住过来后，这就改叫玉英院了。这孩子，你表姐刚回来，跟她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可是乔家的嫡长女，难不成怕你表姐抢了你的家产不成？绵堂啊，我看着你比出嫁那会儿可清瘦了不少啊，在夫家没少受委屈吧？我前年生了一场大病，所以许多事情就记不太清了，因此一直幽居在夫家的别院里，倒是也没受什么委屈。就是我这个病吧，不能生养子嗣，因此就算夫家再怎么心善，毕竟只有一根独苗。待我的病好转之后，我们便商议着和离了。哎呦，可怜的孩子。来，这些银钱你拿着，今后缺了什么短了什么，就跟二舅母说啊。二舅母持家不易，明明夜晚寒凉，还穿着这么薄的织锦。绵堂心里很是心疼。啊，这些都是葛布做的，
我就这几件衣裳来回换着穿。二舅母如此节俭，这个是绵堂的一点心意，还望二舅母可以收下。你这是？我如今寄住在外祖家，吃喝一应都是需要花销的。这些银钱虽然不太多，但是也够眼前的开支了。绵堂，你这也太客气了，这使不得呀。总不能我回来了，多一个人多一张嘴，又平添花销吧？二舅母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那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跟你推辞了。好，快把被子给你表姐啊！我的个乖乖，这么多银钱啊！这小蹄子还怪会审时度势的啊，知道这个家该向谁低头。此番他回来，祖父看着是发了大火，其实心里还是偏着他的。给他这个院子不说，那床新的苏绸被面连我都没见过呢，定是祖父司库里藏的好物。这丫头的手段你不知道吗？那从前还没住到乔家来呢，不就一直在笼络你祖父的心吗？也是，过几日啊，我也给你要一床那个被子，就说给你当嫁妆。哎呀，母亲，那苏绸被面也没什么好稀罕的，你还不知道，他从小就心计深远，你莫要被他这些银钱给蒙了心。他这次回来，什么合理不合理的，他说你就信啊？怕不是被人给休了，赶着回来分家产的。我这大清早啊，找李瞎子算了一卦，今日是大吉，想看姻缘啊，最合适不过了。走过那位，就是乔家娘子吧？想来乔府如此年华的女子，那必然是乔家娘子了。没想到，她竟有如此出尘之姿。她是我们乔公的外孙女，她父家凋敝，暂时投靠在我们乔家。不知这位小娘子的庚帖可否由您收管啊？她是外姓人，这个你就要问家公了，我可不清楚。绵堂，你派陆中提前回北州，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此前舅舅提及外祖家境况不好，又言辞含糊，我心想，这家中若不是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舅舅是不会开这个口的。家里的事，本来就不应该由你这女子操心。都说是家中之事了，难道我不是家里的一份子吗？陆中以客商的身份入北州，他打探到外祖父正在着人寻下家，要变卖镖局。我竟不知道家里的境况到了这般田地。有人惦记着外祖父那点家产做嫁妆，连媒婆都亲自去迎了，这外祖父心里能不着急吗？想来你早有了打算。我准备给陆中写封回信，还望舅舅能够协助我。绵堂记得外祖父尤爱吃肉。年纪大了，这胃口啊不比从前了。
倒是你太瘦了啊！回头从账房多支500文，给他好好补补身子。是。青英的事儿定下来没？还没准呢。那苏家当着媒人的面儿，不关心青英，反倒对绵堂问东问西的。你说我这个做舅母的也不好说什么呀，只得说家公重情重义。反而啊，这何离桓家的外孙女倒胜过了未出阁的嫡孙女。绵堂的事儿让苏家知道也没什么，总归是要说开的。顺道让媒婆呀找个好人家，最好是2个小娘子同时从乔家嫁出去，咱们风风光光的，好事成双嘛。我从未想过嫁人，也没有再嫁的打算。我会按照青英的标准，给你找一户好人家啊，你放心吧。哎呦，阿公，2位娘子一起出嫁，那是双喜临门的好事儿。可是，要按青英嫁人的这个标准办，出2份嫁妆，那咱们乔家今后只能吃菜汤度日了。我不会嫁人的。胡说，女子怎么能不嫁人呢？女子不一定非要嫁人才能有口饭吃。绵堂也想重振家业，有自己的活法，保证衣无缺，食无忧，让外祖父放心。至于有些人爱指指点点，那一定也是嫉妒绵堂过得比他好，那绵堂应该高兴才是啊。二舅母，吃米豆腐的时候要蘸点醋，才能吃出螃蟹味儿。绵堂，外祖父几时让你在家里吃不上饭了？我已择定了神威镖局的买家，家业银钱都用不着你们操心。我乔武在北周打拼了大半辈子，难道连外孙女的嫁妆都出不起吗？哼，笑话！今春的花开得甚艳，2位妹妹往年可有见过如此美景？都比不上今春。皇后娘娘，其实妾身少时应该见过您。妾身少时常随母亲去青州石府拜访石夫人，那个时候娘娘的姐姐雪霜还待字闺中，与妾身交情甚好呢。啊，雪霜姐姐是调香的行家里手，妾身精于香道，还是当时跟雪霜姐姐学的呢。时日况久，我没什么印象了。倒是你这身香馥郁的熟悉，是佳姐的方子。妹妹怕是记错了吧？你是礼部尚书的幼妹，又是李国公的嫡女，自当是与石家的嫡女相交。那时候咱们娘娘身居闺中，嫡庶有别，你又如何见得？如此想来，还真是妹妹思虑不周了。他竟然说嫡庶有别。路过御花园的小太监只听见这一句，皇后娘娘没有回应，当时自己都忍下了。这河洛丸子真是外酥内滑，一口下去满嘴的咸香。娘娘该出一册书，就叫《上善见膳食全注》。起来吧。皇后用的挺香的，
陛下，这香味道如何？香风舒缓，就是这味道有些不寻常，好像从未闻过。是什么香啊？这是妾身少时惯用的，并非什么淑品。但若陛下喜欢，不妨拿这香料去问问荣嫔，她才是香学的行家里手。荣嫔？她处的香品讲究就更多了。轻一点。叔兄，诸位兄弟啊，从即日起，镖局易主，由这位陆兄接管，改为良心镖局，与我乔家再无关系。娘子昨日说想吃岭南的猪脚醋，我一早便备下了，快尝尝。我不过是随口一说，林妈妈真是有心了。家主啊，总说您太瘦，如今镖局既卖出去，家里也该多添几道肉菜。怎么，味道不正宗？太正宗了。哎，这甜醋难道是岭南的？老奴啊，去集市上找了一圈，起初是没有岭南的甜醋。老奴原想着，就按娘子说的，用红糖兑陈醋来做。可您猜怎么着？刚过了半个时辰，有个货郎啊，追了几家铺子找到老奴，说他那儿刚好有岭南来的甜醋，价钱也不贵。您说老奴这是走了什么运呐？竟遇上这等子事。哎，林妈妈，胭脂鹅脯你会做吗？胭脂鹅脯，是。王爷，照我说，就是您给这柳娘子给宠的，这嘴也太挑，乌鬃火眼鹅。乔家那婆子点名要这个，可属下在北州城集市转了一整日，也没找到那乌鬃火眼鹅。要不王爷，咱拿个别的鹅顶替一下，行不行？他来我府上闲扯半日，就带走了一只鹅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许是吃不惯北州的饭菜，淮阳王另外带的2个手下，这几日都快住在北州菜市了。看不出来，他还是一个老饕。胭脂鹅脯，好肥实的鹅啊！让你买点好吃的，你可真敢买呀！家主，这只鹅不贵的。胡说，我是标过真禽的，像这种肉质品相，最少也得2贯钱。啊，2贯钱，这可够我们一家5口吃好些日子了。绵桃，你是在京城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的，可这是在北州啊，这家可经不起这么挥霍呀。我觉得，要不我给家里贴些银钱用。啊，二舅母真是多虑了。林妈妈说，这只鹅才200文，1斤200文。啊，是整只，那猎户就是这么卖的。这肉很新鲜啊，确实好吃。这鹅可太香了，哎，多吃点。外祖父，明日再买1只炖着吃。吃，爹。这崔行舟是讹上本王了。你
你不是说淮阳王在北周王那儿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？人家现在日日从北周王府那儿拿些山珍海味回去，就连乌松鹅都吃上了。这，王爷您自己说的呀？谁说的？幽州在今时今日能有与北周齐头并进的地位，是本王几十年的心血所致，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周在占了便宜之后一骑绝尘，将我幽州甩在后头。听好了，对北周的探报，由目前的3日1报改为1日3报。北周王若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必须立即快马来禀。是王爷。家主啊，昨儿可吃得好，打发我再拿一只。来来来。鹅都没卖，你就想走？回去可怎么交差啊？范兄弟，你这圈胡子可不抻脸。我下回注意。他竟敢跟来北周。柳娘子，瞧您说的，王爷南征北战的哪儿不去啊？这回来北周办差事。办差事？那怎知我喜欢吃什么？是在我身边安插了隐卫，还是收买了哪个下人通风报信？没有，不是，都不是，就是巧了吗？我都不信。但实则也是一片好心，不是给您下毒添堵。知道您爱吃这个，王爷亲自给您寻的。柳娘子，您就发发善心，莫要问了。我这虎啊，交差了。哎呀，还有王爷，柳娘子给了比平日高1倍的价格把鹅买走了。好啊，还把前几日乔家那婆子买鹅的差价也一并补齐了。然后还让属下给您带句话。他说你们问王爷，这个是买鹅拿回来的银钱。说什么？他说跟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不想再欠您人情。下去，好嘞。秦州，秦州。那个恕我冒昧，我先告辞。啊，行，你留下。外祖父，您这是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小的时候啊，最喜欢在这儿荡秋千了。可外祖父啊，每日都担惊受怕，怕你掉下来受了伤。哎，可你倒好，笑着说自己要像只鸟，只有飞到高处，才能看到院外的风景。哎，那个时候，外祖父就知道，这个家呀，留不住你了。你如今长大了，你知道外祖父今日给你重新搭建这个秋千是为什么吗？外祖父曾经以秋千告诫过绵堂，人生不是只有坦途，也有起伏和荣辱。
外祖父这些话，绵堂都记在心里了。吃饭了吗？没什么胃口。怎么还变得娇滴滴的呀？啊，那你小时候吃饭连碗都给啃碎了。您就知道说笑。你看你瘦的多难看呐。拿着，明日去买点好吃的啊。我不能收。外祖父不是说了吗？镖局卖了个好价钱，你不用替外祖父省着。女子家呀，就应该养得娇惯些，也好早日觅得如意郎君呢。哎呀，绵堂有外祖父就够了，嫁人哪有如今的日子如意呀？胡闹！你往后的日子还没有着落，外祖父寝食难安，你便如意了。谁说绵堂没有着落了？哦，外祖父，有一件事，绵堂须得向您坦白。这上面说，这位柳娘子来到北周并未知业。这不可能。就依他的性子能在家里面安安分分待上3日，那都日头牺牲了。你真的了解他吗？我觉得是你想多了。乔家家境愈下，神威镖局也易主更名了。买家是个叫陆中的男子，年纪轻轻，手笔倒不小啊。人家是变卖家产换得糊口银钱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？这一切都是他柳绵堂安排的啊！他这么做，既接济了乔家，又让他外祖父的脸面保住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陆中。什么？陆中是你的人？如今绵堂有镖局傍身，亦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孝敬尊长，立于这人世间，已然是最好的着落了。这位柳娘子重情重义，又具有经商之才，你这淮阳王夫君对她来说也没那么重要啊。好友之间不言虚，这般女子放在何处都是人物，凭甚依附于你啊？就跟那饮茶道理一样，从来都是人渴了需饮水，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水需要人的道理。行，我承认，我需要他。行。请进。里边请。舅舅，你先照看着，我去就来。外祖父，您都来了，怎么也不进去坐坐？我正好路过这儿，随意看看。这镖局我都待了几10年了，我就不进去了啊。好，不做就不做。但日前我新找了工匠翻新修缮，有几处如何整治，绵堂也拿不定主意。外祖父经验多，要不给我参谋参谋？那我去给你长长眼。